瓦格纳偃旗息鼓，卢卡申科成功斡旋，俄罗斯内部这次要不要进行一场大换血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经过了近一天的折腾，瓦格纳雇佣兵这次造反可谓是来得容易去得快。到了昨天傍晚的时候，先是普京说要采取坚决行动嘛，就是看上去很类似我昨天说的第一种解决方案。结果普京的命令一下来，普里戈金也够强硬的，说莫斯科做出了错误选择，俄罗斯该换个新总统。然后瓦格纳部队一路北上，直奔莫斯科，搞得莫斯科是赶紧调动部队加强首都防御，总统专机、核战争指挥机都飞往圣彼得堡，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。好在通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，普里戈金决定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事件，命令手下停止向莫斯科进军，也不再包围俄罗斯南方军区司令部，车辆掉头撤回了原来的营地。而作为交换条件呢，俄罗斯方面也要撤销对他的指控，保证他安全的前往白俄罗斯。这就成了昨天我说的第二种解决方案，双方各退一步。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拍完了一部惊动全世界的剧情大片。那么这么一个结局对谁更有利呢？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过程。从昨天一天的情况看，瓦格纳向北进发的过程中，只有过跟俄军总参直属部队的零星交火，而绝大多数情况是俄军在路边拿着枪看着，整个过程近乎是无人阻拦。莫斯科方面还在道路上挖沟，停满了汽车当路障，结果瓦格纳的部队还在半路上，莫斯科州公路上的路障居然就被人搬开了。而沿路的俄罗斯老百姓呢，围绕着批评或者是支持瓦格纳还发生了争斗，瓦格纳的士兵劝架倒是劝得很认真。总体看呢，民众跟瓦格纳部队的战士相处的还算很和谐。临走的时候，瓦格纳还给民众写了感谢信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普里戈金通过这么一场武装大游行，相当于在全国民众面前彻底暴露了他跟绍伊古的矛盾，玩了一把击鼓鸣冤。他还不忘一路对民众宣扬说俄罗斯国防部对俄军士兵非常不公平，就给俄军士兵那么可怜的一点点钱。他抢先把矛盾公开，是打算争取舆论之后，绍伊古呢就没法再玩先拿到兵权后解决人的套路。用更好理解的话说，绍伊古已经把刀架在脖子上了，普里戈金伸头可能挨一刀，缩头注定挨一刀，那干脆学一把勇闯夺命岛，来一个大闹大解决。从目前这个结果来看呢，普里戈金还是很明白见好就收，确实是有效保住了自己的名誉权利。走到这一步呢，普京在这一局已经多少有点丢分，他下了命令要在罗斯托夫采取强硬行动，要消灭参加叛乱的人员，结果差点被人玩了一个西安事变。要不是卢卡申科伸手拉兄弟一把，说不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儿，比如那些警卫部队会不会只做象征性抵抗，然后继续放任瓦格纳部队前进。而如果真要大打出手，那就必须从俄乌前线调回部队，那么战线出了问题又怎么办？幸好瓦格纳提出的口号是反绍伊古跟格拉西莫夫，不妨碍俄军对乌作战行动。俄军呢也不想打内仗，双方都不愿意继续流血，削弱俄罗斯自己的力量。不过这似乎也说明普京已经不容易通过绍伊古有效控制部队，或者说经过战争考验，部队对谢尔久科夫改革还有绍伊古改革的成果，以及对国防部的官僚作风非常不满意。对并肩作战的瓦格纳可能倒是稍有同情，最丢分的有可能就是绍伊古。普里戈金用这种方式公开宣扬绍伊古的种种罪名，绍伊古还不得不看着普里戈金全身而退。现在恐怕普里戈金就算是公开的收回指责，绍伊古的威信都会长期被质疑。至于会不会出现我昨天说的第三种情况，绍伊古卸任离开国防部长位置，那就要看普京要不要把责任推到绍伊古身上，算是给整个事情一个交代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说明俄罗斯军方高层也有严重的分歧，最大赢家可能是跟瓦格纳关系不错并且有效控制事态的索洛维金。至于瓦格纳未来的命运呢，也许是离开俄罗斯，整体转移到非洲开辟新天地，也许呢是把《水浒传》再演一遍，由俄罗斯政府再给他们补足弹药，让他们重新回到俄乌战场，有荣誉的消耗殆尽，换俄罗斯政府一个安心。至于说西方的反应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，普京代表的是希拉维克集团，这才是俄罗斯最亲西方的势力，而瓦格纳代表的可是俄罗斯国内更民粹更反西方的群体。美国宁可跟普京继续打交道，也不会愿意看到一个黄俄势力领导的俄罗斯。而且美国必须维持一个衰弱后
仍能威胁欧洲的俄罗斯，让欧洲感到不安，这才方便美国继续割欧洲韭菜。所以美国也不能接受一个彻底躺平的俄罗斯。梅特涅时代留下的制衡思路，美国也不会放弃。那么，如果美国真要帮普京或者是普里戈金中的一方，他会帮谁？